想去德国自由行，但是又没有时间规划行程，那么请你跟我这样玩。这边提供完整德南加瑞士自由行13天交通住宿攻略，慕尼黑、国王湖、罗滕堡、新天鹅堡，从行程安排到住宿租车，让你一次搞懂德南最美路线。这里是简单生活，我们出发喽！从桃园机场出发，飞行13个小时抵达慕尼黑机场，再从机场搭乘 S-Bahn 大约40分钟到慕尼黑的中央车站。从车站的东口走路约5分钟，先到饭店 check in 后，然后再步行到卡尔广场及玛丽安广场，参观老城区各个景点以及慕尼黑王宫。回程时最后一天再回到慕尼黑，搭乘电车或者是开车前往参观宁芬堡宫。飞了13个小时，终于抵达慕尼黑机场。慕尼黑是德国巴伐利亚邦的首府，也是全国第3大城市。想象一下，100年前这里还是个王国哎。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每年10月初举办的全世界最大的啤酒节。另外 BMW 的总部也在这里。慕尼黑完美融合了传统跟现代，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城市。那抵达慕尼黑机场后，如果要去市中心，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 S-Bahn 市区快铁。下飞机后跟着 S 的指标走，出了航厦会到一个大广场，看到一个很大的白色的 M 字，那个就是大众运输的入口，直接穿过去搭电梯往下就可以到月台。从机场到中央车站有2条线可以搭 S1 或 S8， 车程差不多40分钟哦。票可以用 MVV 的 App 先买，或者是现场在月台买。那机器有英文界面，用信用卡感应就可以付款。单程票14.3欧元，如果你打算在市区哦，还要搭地铁、电车或公车，就可以考虑买1日票，17.8欧元，整天都可以无限搭乘。那如果是2到5人的团体的话，更划算的是买团体1日票，最多5个人哦，总共只要33.6欧。比如说从机场搭 S1 到中央车站，搭地铁 U3 去 BMW 总部，或者是搭电车去宁芬堡宫、新市政厅，还有慕尼黑王宫，都算在团体的1日票里面。那慕尼黑地铁没有验票的闸口，但是大家都还是很守法，乖乖买票。购票完成以后，他从票口会出来2张票，邮票跟收据。接下来我们就去搭车，这边就是中央车站，然后从这边出来了以后，走到这一家。离中央车站大概是5分钟走路距离，交通非常的方便。check in 后开始慕尼黑市区的行程，我们要从饭店步行到卡尔广场，然后再一路走到玛丽安广场及老城区。这边就是卡尔广场。然后往这边的话，这边就是通往玛丽安的门。以前这家就是很有名的，全世界最便宜的 Rimowa 的专卖店，不过现在应该是没了。哇，可惜耶！以前大家都会来这边买，不晓得为什么它就不卖了。不过这里的其他厂牌大约还是市价的7折。影片最后会介绍慕尼黑购买 Rimowa 的地点跟价格。卡尔广场最醒目的就是广场中间的喷水池，还有历史地标卡尔门。卡尔门是一座建于13世纪的城门，原本是旧城墙的一部分，是当时进入慕尼黑的重要西边的入口。那现在这里是市中心很热闹的广场，从这里到玛丽安广场，全长1公里，就是慕尼黑最热闹的购物大街。圣米勒教堂的正面是白色立面，中央是圣米勒战胜恶魔的巨大雕像。教堂带有浓厚的巴洛克风格，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后方2座圆顶双塔，那就是著名的圣母教堂。哇！你们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超震撼的！来慕尼黑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新市政厅啦。
这栋建筑超壮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哦。市长真的还在里面上班。它是新哥德式的风格，满满的尖塔、拱门跟雕像，加起来有超过400座。里面有历史人物，也有神话角色，整个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石雕故事书。市政厅前就是热闹的玛利亚广场，中央有个超吸睛的圣母玛利亚圆柱，它建于1638年，象征感谢圣母保护慕尼黑免于战争，守护着整座城市。那圆柱底下的4个小天使代表了战胜了战争、瘟疫、饥荒跟异教。那更酷的是这根圆柱其实是慕尼黑的地理中心，很多道路跟里程都是从这里开始计算。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广场就会变成超热闹的市集。超巨大的狗狗，好大只哦！不要拍它，等它生气。这边新市政厅的报时有11点、12点2个梯次，夏天的话还会多一个5点的一个场次。此外，慕尼黑新市政厅最有名的就是报时秀。时间一到，钟楼上的机器人偶就会开始表演，整段大概15分钟。那它分成2幕，上层是16世纪威廉5世公爵的婚礼游行，还有骑士比武。那最后当然是巴伐利亚国家代表队赢喽。现在换下层的洞了。第2幕下层则是木偶跳着传统的施夫勒舞。当时为了赶走黑死病，市民会跳这种舞来振奋大家的精神。那整个表演配上钟声跟音乐，感觉就很像历史在你眼前重演。那它虽然是100年的机械动画，但是每次表演还是吸引一大群的观光客。来玛利亚广场的时候，记得要抓好时间卡位。进来新市政厅，这边中庭就有餐厅。新市政厅旁是旧市政厅是原来的市政厅所在地。那它建筑的正面有阶梯状的山墙跟尖塔，是典型的哥德式风格。右侧的白色钟楼里面是展示各个年代的玩具博物馆。好玩的是新市政厅看起来比较旧，然后旧市政厅看起来比较新。然后钟楼下方有一个机械的报时钟，它既是一个装置艺术也是一个真正的整点报时钟。茱莉亚雕像就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个原型你摸它的右胸的话，可以得到爱情幸福。慕尼黑的谷物市场原本是卖粮食的地方，现在变成超人气的美食市集，蔬果、肉、海鲜、香料、花草都有卖。香肠面包大概6、7欧，肉排加薯条或者是沙拉就25欧，你懂的，就是观光价。菜单全德文，现在我都拍照交给 ChatGPT 翻译，德中英文3修超方便。公共用餐区它的位置不难找，但是就是蜜蜂苍蝇会满天飞。入境随俗，来户外区用餐真的需要边挥苍蝇边吃饭。然后再搭配一个炸猪排这样一份，在谷物市场要14.5欧，算蛮贵的。然后它这个猪排的大小大概是我的手掌的大小。好，开吃。我觉得没有很好吃，它的味道偏咸，薯条也是普普。接着来市场旁一家著名的巴伐利亚传统甜点店，
它是很多老慕尼黑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这个是最有名的甜面包圈，然后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个甜甜圈，然后里面有包 cream 的，然后2杯 ice tea。这个的话是每个都是3欧，这个也是3欧，然后饮料大概都是3.7左右，饮料反而比面包还贵。这个就是炸面饼，跟我们的甜甜圈真的很像，有甜味，然后也没有撒糖粉，不过还蛮好吃的。然后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是我们的甜甜圈，里面包果酱，它没有成为柏林包，不是铂金包，是柏林包，里面味道酸酸的果酱，它叫果酱面团，很好吃哎。接下来来到慕尼黑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圣彼得教堂，里面有精美的巴洛克祭坛与天花板壁画，还有著名的钟楼景观台。那你也可以花个5欧买个门票，爬300级的阶梯上去钟楼景观台。它可以360度俯瞰整个慕尼黑的市中心，包括新旧的市政厅、圣母教堂双塔。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还可以远眺到阿尔卑斯山。结果在教堂附近发现了一家台湾品牌手摇饮顶茶，它的价格大概6、7欧，可能是天气热，生意还不错。在德国还能喝到台湾味，蛮开心的。我身后的这个就是圣母教堂，从侧门进入后，门口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德维希4世的坟墓。在欧洲古代君王通常会被安葬在教堂或者是修道院内，充分表达了王权神授的观念，而且葬在教堂更容易受到世人的瞻仰。慕尼黑圣母教堂建于15世纪末，教堂采哥德式风格，听说教堂内部可容纳约2万人，是德国最大的教堂之一。那也显示出当时慕尼黑作为巴伐利亚宗教跟政治中心的地位。教堂有个超有名的恶魔脚印传说，据说当年恶魔帮建筑师出钱盖教堂，但是条件是完工以后里面不能有窗。结果建好后，恶魔走进去一看，嘿，真的没有窗户哎，超开心的跺了一脚，留下了现在入口处的那个神秘脚印。没想到再往前走一步，就看到满满的窗户，原来是巧妙的建筑设计让它被设计了。结果恶魔发现被骗，气得狂风乱吹。据说那股冷风吹到现在都还在教堂里面徘徊。这边入口处就是恶魔脚印的位置。真的在这个角度的话，看不到任何的窗户。接下来前往老城区逛逛，顺道往慕尼黑王宫的方向前进。慕尼黑人很爱在餐厅外用餐，大家很 chill 的在户外吃饭，坐在阳光里的时间永远不算浪费。这句话也说明了他们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慕尼黑王宫的参观重点是王宫博物馆跟珍宝馆，两个都参观，联票是15欧元。那进入博物馆，首先来到王宫的祖先厅廊，墙壁上挂满了来自查理大帝时期一直到现代的维特尔家族的成员画像，透过华丽的装饰，用来彰显王室的尊贵，以及16世纪末巴伐利亚宫廷的艺术风格。瓷器厅则展示了这些贵族们当时使用的精美瓷器。贝壳殿堂整个空间覆满贝壳宝石、象牙与鎏金，展现早期巴洛克结合神圣与权力的风格，被誉为宝石盒子般的小教堂。接下来进入安提库瓦厅。
这里和祖先厅、贝壳殿堂并列为王宫3大必看的展厅。映入眼帘的是长廊般的拱顶壁画与雕像。这里是王宫内最壮观、最具代表性的展厅，也是欧洲最大、最华丽的文艺复兴风格空间。安提库瓦厅最主要用来收藏古代雕像与古物。后来改成宫廷宴会厅，也成为巴伐利亚权贵炫富与炫艺术品味的重要场所。来这里也可以了解16世纪欧洲宫廷如何收藏跟展示精彩的古典文化。朗 K 啊，如果你的钱真的有够多，设计房子的时候不妨参考一下这个结合艺术跟宫廷的华丽空间。接下来参观巴伐利亚王室的宝藏库珍宝馆，其中最金光闪闪的就是中央这个巴伐利亚国王的大皇冠，整个由黄金制成，然后再镶嵌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跟钻石，然后前面这个是镶满珍珠跟宝石的后冠。慕尼黑王宫珍宝馆收藏超过4个世纪的王室珍品，展现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权力与品味。走进珍宝馆，就像穿越欧洲宫廷的黄金年代，华丽又充满了历史气息。香奈儿设计理念不晓得没有参考这边。万圣堂建于1826年，由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下令兴建。采新拜占庭风格，原本有华丽的壁画跟马赛克，但是2战的时候几乎全毁，仅留下跟废墟一样的外墙。那2003年修复后，直接就用红砖素颜呈现，反而产生了绝佳的音响，特别适合古典乐的演出哦。我个人好喜欢修复后的风格。皇家啤酒屋是慕尼黑最具历史与文化象征的100年老店。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啤酒馆之一。它创建于1589年，最初是巴伐利亚的皇室专用的酿酒厂，后来才有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开放给民众。听说可以容纳超过3500人。那晚上6点以后有现场的民族音乐演出哦，超级热闹。现在开始表演。这个是沙拉，然后13.5欧，就是德国猪脚。哦，这个是20.9欧，好像肉比较便宜哦。街比一个要5.6欧，还蛮贵的。这个应该是硬的，试试看。纽约的比较好吃。这是德国产的哎，人家是德国原创的。吃一个看看。这个 pretzel 吃很香。这个是羊肝露。这是德国猪脚。哇！哦，好酥哦，很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炸猪皮，有没有？它的肉烤的也是还蛮嫩的。来的话可以点这个猪脚，不会踩雷。然后这个是马铃薯球，口感很像咸的那个布丁球。皇家啤酒屋的户外区比较凉爽，氛围超放松。来这里哦，可以感受最道地的巴伐利亚风情。太热了，太热了，它里面没有冷气哦。我觉得夏天哦，可以坐外面户外区，不然里面好闷哦。这是古老的建筑，他们都是不装冷气的。
行程最后一天，我们从国王湖回到慕尼黑后，来参观宁芬堡宫。跟慕尼黑王宫相比，宁芬堡宫比较像是个夏宫，它是路德维希一世为了庆祝王后生下王子而建造。另外呢，也建议租借中文的语音导览机，租借的费用是3.5欧。宁芬堡宫的大理石大厅建于18世纪，是巴伐利亚王室举办舞会、加冕典礼跟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挑高3层楼的大厅让象征神权的巴洛克风与贵族华丽派的洛可可风在这边交错呈现。然后最吸引人的是天花板的壁画，壁画借由透视的手法让画面延伸至天空。那画面呢，主要是以奥林匹斯诸神为主，像宙斯、阿波罗跟维纳斯，象征神圣与权力。那四周绘制了欧洲、非洲、美洲跟亚洲的人物分别代表了智慧、力量、正义与繁荣。这些壁画不仅是展现18世纪欧洲宫廷艺术的巅峰更是王室他想借由神话来宣示说，巴伐利亚的王室是受到众神庇护的一个世界统治者。皇后卧室以绿色为基底，这间房间也是打造新天鹅堡的路德维希2世国王他的出生地点。比起慕尼黑王宫，宁芬堡宫是夏宫，是避暑跟休闲的行宫。虽然具备政治功能，但是它的卧室、接待室、宴客厅风格华丽，却更居家一些。慕尼黑购买 Rimowa 的地方有玛利亚广场附近的旗舰店，或是卡尔广场附近的奥伯林格百货 B1 专柜。这次到旗舰店因为要排队，所以转往奥伯林格百货的专柜。那 Rimowa 在德国统一价格，我们这次买的是经典款的 M 尺寸，退税后将近台币4万5，大约是台湾官网的7、8折。不过建议飞离德国前再来买，不然可能要扛着行李箱走行程。然后回饭店前再来逛逛当地连锁超市 Rewe。来旅游我很喜欢逛超市，除了买水果、零食、饮料以外，在这里东西的价格跟餐厅有一大段距离。然后德国的水果觉得这种光滑面的蟠桃最好吃又甜又多汁，然后价格也很亲切。这个2.29是1公斤，然后是很重。这边有那种莓果跟腰果，3.99。它这边坚果种类还蛮多的。其中这个含有黄金桑葚果干的我最推好吃，然后又很特别。德国人相当重视生活品质，工作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不要说24小时便利商店，连个小商店都很难找到。所以隔天要吃的喝的，记得要在超市采购起来，不然到路上可能连个瓶装水都买不到。这个硬的就是这个都是气泡水，你看这个软的，这个是软的。这一瓶多少钱？1.19啊，比台湾还便宜耶。你看这边整个都是啤酒，这边全部都是果汁。目前1丁。好多饼干，很多优格，哇，幸福的地方什么都有。如果要来买东西买饮料啊什么的，还有买水真的要来超市。Rewe 超市斜对面就有一间德国必逛的 DM 药妆店。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有些药妆品牌好用又便宜，来德国千万不要错过。这是维他命 C 的。
这一罐4.95欧。Surround 这也是精华液，这样一罐才1.95欧，抗皱的，买一罐好。Excuse me, where did you get this？ 我也是中国人。哦，你中国人？这在哪里？哦，谢谢谢谢。对啦，我就是要买这个啦。1、2，哇，只剩2个，先买2个。Q10 的也买2个，这个是保湿，这是玻尿酸的，这是我最爱维他命 C 的，这个非常好用，0.75欧。真的很便宜，这个代购超贵的。这个是眼唇的。最后来卡尔广场地下街这边买巧克力，它这边上面有各种种类的，可以按照它的 sample 去挑自己喜欢的。然后这边是 check in 的柜台，这边有小型的贩卖机，然后面对电梯的右手边，这边进去就是餐厅。开箱一下这个房间，它的厕所就一般般，有行李架，还算大的一处。然后这边有镜子，就是中规中矩的2张单人床，一个书桌，一个小沙发，微波炉，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如果我在这边住好几天的话，这个应该还算方便。这边是没有冷气的哦，所以呢，它只有附小小的电风扇。打开以后，它就是也没什么街景，但是那个正前方那边。走到那个中央车站倒是蛮方便的，从这边走过去，然后弯过去就到了。今天这间就开箱完毕。那我们德国慕尼黑的介绍就到这边，接下来要前往 Outlet、Ingolstadt Village 以及纽伦堡，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订阅、开启小铃铛、按赞并分享哦，谢谢。今天我们来 Ingolstadt Outlet， 这是另外一端。纽伦堡的地铁站分城墙，你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地铁站吗？